这是女孩第一次享受如此豪华的沐浴。从小是位孤儿的她，今天刚被养父卖到相府，明天准备和三少爷成亲。但她不知道的是，洞房花烛夜的并不是三少爷，而是家中的仆人。因为家族备下了一个可怕的诅咒，只要相爷的儿子成亲，新婚之夜便会有恶鬼前来索命。前2位少爷都死在了成亲的当天晚上，于是老夫人特意买了位丫鬟和三少爷成亲。洞房之夜让仆人代替三少爷，以此来骗过恶鬼。但没有想到的是，第2天三少爷看见小慧的绝世面容后，瞬间动了心，不顾老夫人的劝阻，决定自己和小慧洞房。深夜，三少爷如期来到小慧的房间，可就在这时，野外的一座孤坟突然冒起了一缕青烟，青烟伴随着一阵阵凄凉的哭声飘进了相府大院，接着钻进了2人的婚房。三少爷察觉出动静，起身查看，发现外面的守卫全都昏死过去。此时一道红光闪过，三少爷拿着宝剑追了上去，跟着红光他来到一处林间小屋，进去后恶鬼也现出了真身，他正想一剑杀了这邪祟，谁知却被恶鬼一招秒杀。另一边，小慧发现三少爷不见了，便出来寻找，听到惨叫声便找了过来，可靠近一看，发现三少爷已经没了气，而女鬼还想对小慧下手，却被小慧手臂上的佛教万字印记吓退。如今老夫人最后一个儿子也惨遭不幸，彻底绝后。可怜的小慧本身就出身低微，死了丈夫后只能沦落成为仆人。原本其他2位少奶奶想把她赶出门，但老夫人却答应留她下来3个月，因为这段时间就能知道小慧有没有怀孕，为相府一家留下香火。老夫人还特意叮嘱小慧，在相府绝对不能随意走动，尤其是家里的谷仓。就在1个月后，小慧在帮客人倒茶的时候突然一阵恶心，老妇人看见后立刻找来医生，发现小慧真的怀孕了，看脉象估计是个儿子。这一下小慧瞬间鱼跃龙门，由仆人变成了少奶奶。可就在小慧怀孕的当天晚上，女鬼再次找上门，小慧感觉房间有动静，转头一看并没有发现什么，可下1秒老妇人听到动静赶了过来，她知道女鬼是不想放过小慧肚子里的孩子，为了能保住相爷最后的香火，老妇人来到汉阳城寻求玄真法师，只求法师能出手灭了这邪祟。第2天，法师带着助理来到相爷府，可刚进来，他随身携带的八卦罗盘就开始疯狂转动。法师受邀来到相爷府驱邪，但一进门，随身携带的八卦罗盘就开始疯狂转动。这是他第1次遇见如此强大的邪气。突然一股阴风向他袭来，法师顿时感觉有什么东西钻进了身体，接着立刻吐出了大量黑色墨汁。没想到还没开始做法，就被对方来了个下马威。法师找到被恶鬼盯上的小慧，本想给小慧一张护身符保平安，却发现她根本不需要。原来小慧曾经在寺庙待过，因为经常能看见一些不干净的东西，寺庙的僧人在她的肩膀烙下一道佛家印记。法师这才明白小慧为什么还活着。但法师还是劝阻小慧尽快离开这个地方。虽然有佛印护身，恶鬼不能伤害到她，但却可以伤害到她腹中的胎儿。而小慧却不想再做回永远抬不起头的下人，想靠着腹中的孩子翻身做主，这是她唯一能过上好日子的机会，怎么会轻易放弃？法师知道恶鬼怨气太重，根本无法铲除，他准备做一场法事来安抚恶鬼的怨气，并且让老妇人在房间里祈祷，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。没想到恶鬼的怨气非但没有消退，反而大开杀戒，法师的几位助手全部当场毙命。恶鬼并没有停手，而是找到了老妇人。谁知第2天老妇人性情大变，亲自下厨帮仆人煮早餐，对待儿媳们的态度更是关爱有加。更加奇怪的是，之前不让去的谷仓，这次特意让小慧去里面拿点水果来给大家吃。小慧来到谷仓后，发现旁边一扇门贴满了符咒，出于好奇，她推开门走了进去。突然里面一个蓬头散发的男人发疯似的拉住了她，看到小慧肩膀上的佛印之后突然惊醒，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是这家主人相爷，因为无法忍受连续丧子之痛变成了疯子，才被妇人囚禁在这间屋子里。没想到小慧的无意之举让相爷重新恢复了神智，老妇人非常开心，夸小慧是家里的福星。可就在这天晚上，一阵青烟又飘进了相府大院。小慧准备宽衣睡觉时，发现那屋有人聊天的声音，等她推开门后，却看到了一段成年往事。
原来女鬼生前是位青楼花魁，没想到怀上了相爷的孩子，女人却想飞上枝头当凤凰，要求成为相府的女主人，并且威胁相爷不答应的话，就把她和几位朝廷大臣商量谋反的事情说出去。可没想到相爷起了杀心，立刻找人把她囚禁起来，严刑拷问有没有把事情说给别人听。女人虽然苦苦哀求相爷说没有泄露出去半句，但相爷根本不相信她的话，一刀捅了上去。而女人在临终之前诅咒相爷，她死后将变成厉鬼，让相爷从此断子绝孙，还要灭了相爷全家。小慧得知事情的真相后，便把这一切讲给了法师听，而法师也将老妇人被女鬼附身的事告诉了小慧。小慧有点不相信，法师说接下来几天家里的牲畜会莫名的死亡，因为披着人皮的鬼需要大量的鲜血来供养。果然这天深夜，老妇人偷偷起来找吃的去了。深夜，一位仆人听到家中鸡棚里传来奇怪的声音，走过来查看，发现地上有大量的血迹。顺着血迹来到厨房后，看见老妇人竟然在吃鸡，吓得他夺门而逃。可秘密被发现，老妇人怎么会放过他？直到第二天才被人发现。看见仆人的尸体，小慧赶紧来到了鸡棚查看，没想到家中的鸡全都被吸干了血，一切果然如法师所说，老妇人已经被女鬼附身。相爷看到这发生的一切，直接带人来到女鬼的坟前，想要挖出来毁尸灭迹，谁知坟墓突然自己炸开，几名手下瞬间毙命。相爷回去后彻底害怕了，可此时被附身的太太却告诉相爷自己怀孕了。晚上，老妇人告诉相爷，如果腹中的是男孩，就不需要小慧那卑贱丫鬟的孩子来延续香火，干脆把他杀了，免得泄露家中丑闻。殊不知这些话全被门外的小慧听到。小慧知道这是女鬼想借相爷的手除掉自己，立即找到法师寻求帮助。法师告诉小慧，如今只有彻底消灭恶鬼，才能逃过此劫。法师交给他一张符和一把触魔匕首，告诉小慧符咒可以让女鬼看不到你，然后找到疑似老妇人的尸骨，把触魔匕首插进去，就能让女鬼魂飞魄散。到了晚上，两人兵分两路，法师来到女鬼遇害的地方开坛做法，小慧则去找老妇人的尸体。另一边，女鬼也开始了自己复仇计划。她首先给相爷下了蛊咒，相爷开始四处乱砍，将看到的人都当成女鬼砍了过去。等他清醒过来，已经为时已晚。此时女鬼现身，直接扭断了相爷的脖子。如今他的复仇计划只差小慧和他肚子里的孩子，而小慧正四处寻找老妇人的尸体，刚好闯了进来。看见女鬼靠近，赶紧拿出法师送的符咒，果然女鬼没有发现他。同时在另一边，法师开始做法，将鸡血洒在稻草人身上，女鬼立刻有了感应，立即出现在法师身后。法师与女鬼大战了数十个回合。与此同时，小慧终于在一口井里找到了老妇人的尸体，她拿起除魔匕首插了进去。同时在另一边，女鬼发出惨烈的吼叫，法师见状一刀劈下，女鬼随之烟消云散。这一切终于结束。但就在法师离开之时，他看见小慧身边出现一个孩子，看来女鬼并没有魂飞魄散，她的复仇计划还在继续进行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